今天呢，我们是想来跟大家聊一下 Miu Miu 以及它近几年的现象级爆红。我相信大家开始关注 Miu Miu 的衣服，可能都是从22年春夏那场秀开始的，就是那种露了超大一截腰的超短裙和 crop top。然后也看到了非常多的明星上身，比如说像 Kendall Jenner 林允儿，然后后面还有张元英、Sydney Sweeney， 反正等等吧。穿西套装。对，不管是你看到谁穿，一定都有刷到过 Miu Miu 的 look。还有 Kim Jones、权志龙，他们也都上身 Miu Miu。很多男生也最近非常爱 Miu Miu。总之呢，大家就是 get 到 Miu Miu 就是从22年春夏开始的，所以呢 I couldn't help but wonder. I couldn't help but wonder. I couldn't help but wonder. 它变了吗？如果要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需要先看一下 Miu Miu 品牌的历史。Miu Miu 的品牌呢是1993年成立的，创始人是 Miuccia Prada， 他同时也是 Prada 的创意总监。我们就去看了它最初的那几个系列，我们发现它当时的设计其实已经很现代了。一般品牌成立之初，我们就会觉得它不管是品牌的 house code 标志性元素，还是它的调性什么，都是在摸索阶段，可能后期会有个变化。但是我们发现最早的几个 collection， 像 Miu Miu 现在标志性元素，比如说那种娃娃领、超短裙、外套的廓形，还有它像是荷叶边呀、或者低腰的元素，其实一直都是有延续到今天的。像是前段时间讨论度非常高那个钻石内裤，其实从95年春夏开始 Miuccia Prada 就已经在出这种内裤外穿的穿法了。以及你看，就是96年春夏那一季，其实看到它就觉得是大家现在口中说的 Miu里 Miu 气的感觉。比如说你把它跟24春夏的 look 去对比，不管是腰部抽绳的设计，还是它那个抹胸，都可以算是那个 look 的原型了。总之，我觉得90年代的 Miu Miu 跟现在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设计放到现在也不会过时。只能说 Miuccia Prada， 我觉得它真的走得蛮前面。Miuccia Prada 它不止一次强调过一个观点，就是 fashion is not art。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在2012年办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展，叫 Impossible Conversation， 它是做了一个 Elsa Schiaparelli 和 Miuccia Prada 这两个女设计师进行一个跨时空的对话。如果你不知道 Elsa Schiaparelli， 我之前在讲 Chanel 的时候也有提过，她是 Chanel 的死对头。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会在时尚史那个系列里再分享这个设计师。他很有名的设计就是跟达利的合作红纱裙。总之 Elsa Schiaparelli 她也是一个很传奇的设计师。在他们俩的这个不可能的对话里， Miuccia Prada 又一次强调了这个观点，就是时尚不是艺术。对于 Schiaparelli 来说，时尚是他的艺术，就是他做的那些衣服都是他的艺术作品，包括他也跟艺术家合作。但是对于 Miuccia 来说，他就持有不一样的观点。I always said that for me fashion is not art. Oh, of course it is. 时尚是他的生意，他时尚是赚钱的，对，他需要卖得出去。但他不是这么说，他的意思是说，时尚首先是用来穿的。这是为什么他说他觉得它不是艺术，因为它必须是有实用性的。我们也跟一个朋友聊过，就是说 Miuccia Prada 真的很会做生意。他出那个内裤边外露的设计嘛，然后大家真的到店里去买的时候，就会发现，如果你单买一条短裙，可能就不是那味儿，就必须得配一条内裤。所以看起来好像卖的不会很好的非常高价的内裤，结果卖的非常好。这个就有点扯远了，让我们说回 Fashion is not art 这件事情。大家还记得 Miu Miu 22年秋冬头发非常乱的那一季秀吗？我觉得那个就是每天早上出门的我本人。而且这个其实也不是他第一次把秀场模特的头发弄成那样，就他95年的时候就已经做过这件事儿了。23年秋冬还有把毛衣塞在丝袜里的那个 look， 我觉得也是很映射现实，谁敢说自己冬天没塞过呢？就把袜子塞到秋裤，把秋裤塞到袜子。24年春夏那个丑丑的人字拖那个抽绳的鞋，发现模特的脚趾都贴了创可贴。就我觉得他对生活的观察真的很细致入微，因为他觉得时尚不是艺术，时尚首先是服务于大家的生活，这些细节都很能表达 Miuccia Prada 的这个观点。秀场上映射的生活细节其实是很能引起大家共鸣的，可能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大家都非常喜欢 Miu Miu 原因之一吧。Miuccia 这种幽默感是在其他品牌上比较少见到的。比起完美无瑕的奢华秀场，他更喜欢真实的世界。像是最近一季24秋冬的秀场，我第一印象就是我觉得上面的单品都非常实穿，不管是西装套装或是大衣，然后还有一些工装外套，都有它的受众。在大家都说 Miu Miu 少女或是 Miu Miu 征服 Gen Z 的时候， Miuccia 他就让时髦的奶奶走上了他的秀场。
在这场秀结束的时候 Miuccia 也说他觉得有很多经典的单品出现在这一季，每天早上醒来我都可以决定我今天是一个15岁的少女还是一个快死的老女人。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很叛逆，他也不想被定义，就不想说我是少女品牌或者我是什么品牌。我觉得他的这种叛逆的精神也是他非常喜欢 ugly chic 的原因。所以说下面呢我们就想跟大家讨论一下 Miuccia 他不管是在时装系列中体现的，还是他一直说他做的衣服是丑的，他眼中的 ugly chic。他在97年秋冬的秀后采访里说过 Prada is what at the end I am and Miu Miu is what I would like to be. Prada 可能是她现在的样子，但是 Miu Miu 是她想成为的那种女孩。所以说我觉得看懂 Miu Miu 就必须要先看懂 Miuccia Prada 这个人。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Miuccia Prada 这个人。Miuccia Prada 是一个意大利的富家千金，她深受60、70年代的平权运动还有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而且他也是政治学博士，他对政治还有社会议题也是非常关心的，所以时尚其实不是他的第一选择。我想时尚现在对他来说已经不只是他的事业，更是他表达他的观点的一个出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60年代有个短裙运动，就是当时女性为了争取自己穿衣自由，走上大街举着那种标语 mini skirts forever 之类的。我觉得就像刚才 Henry 说的嘛，因为它非常受到60、7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像现在这种 mini skirt 短裙的设计也一直是 Miu Miu 品牌的一个 house code 标志性的设计。当然现在被 Miu Miu 带火的这种低腰超短裙其实是从 Miu Miu 品牌成立以来就一直在做的设计。我觉得 Miuccia Prada 的脑回路就是，既然传统上来讲大家可能都喜欢那种正常高度的腰线收腰的设计，那我偏偏就要让腰线下至，做出你们眼中丑的设计。比如刚才提到让品牌爆火的 Spring 22那一季，就大量的出现了超低腰的超短裙，并且还要露出内裤边，但是他们上装配合的又是像是西服啊、衬衫这样的搭配呢，虽然看起来好像有点违和，但是因为它是 Miu Miu 又变得非常合理，因为这个就是 Miuccia Prada 的叛逆精神和它的 ugly chic。还有23秋冬出现的那个灰色秋裤的 look， 就是刘雯在秀场上穿的那一套，其实 ugly 的很彻底，就是没有到很chic，但我觉得也没关系，因为 Miuccia 可能本来也没有想让它好看。Miuccia 自己对23年秋冬这一季的评价就是他觉得他其实把它做的比较严肃了，因为考虑到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像是战乱或者一些比较严肃的社会议题，都让他觉得时尚不能自己自嗨。I can't leave fashion like some place of nonsense。所谓的 ugly chic 其实也是他对既定城市的反抗。他说我不想要做令人惊叹的华服，我就是想用烂面料做丑衣服。这是他原话，不是我。Faccio vestiti brutti con stoffe brutte bad taste appunto。所以跟 Ralph 一拍即合，不值钱的面料做值钱的工艺。包括在我们刚才提到他跟 Schiaparelli 的对话里 ，Miuccia 也说到，他觉得他的 ugly chic 其实也不是说他反对传统的美，而是他希望大家能有选择美或不美的权利，就是他在乎的是你这种自我意识和你选择的这个动作，而不是美丑本身。包括其实从他做的衣服或者他秀场也可以看出，他想要的是我今天可以是一个明艳照人的 Miu Miu 女孩，我今天也可以素颜头发乱穿hoodie穿秋裤。我觉得 Miu Miu 除了以上提到的这些标志性元素，像是钉珠啊那种很华丽的闪闪亮的 look， 也是他品牌的一个house code。 然后我觉得它最直观的体现其实就是 Miu Miu 每次的红毯，可以参考一下 Sydney Sweeney， 基本上每次红毯都是以一个闪亮的像大灯球一样的 Miu Miu 女孩的造型出现的。它的牛仔外套上面也会缝一些重工的那种刺绣。22年秋冬出现的那个捞鱼网的 look， Rihanna 也有穿过，又有低腰啊，然后也有这种闪闪的，还有那种网的设计，就是很 Miu Miu 的一个 look。在叠穿的秋衣上面做钉珠的设计也蛮妙的，懒散中透露着一些华丽。Miu Miu 在99年春夏的时候就有第一次发表了男装，直到最近又回归。但我觉得与其说回归，更不如说 Miuccia Prada 给男生也打开了一个穿搭的思路。通过秀场模特的穿搭，也让我们看到更多的造型，有一些有趣的搭配可以去借鉴。而且它其实比较模糊的这种性别界限，有好几个 look 其实是男女同款的嘛。比如说像是男女同款的 polo 衫，或是那种低腰的裤子，露内裤边的叠穿方法，我觉得都是一些蛮有趣的穿搭技巧。但你的内裤必须得是 Miu Miu 才行。对，还有叠穿秋衣跟皮衣外套，我觉得都是非常时髦的单品。你种草吗？所以
我觉得还蛮时髦的。你说的这种，其实 Miu Miu 也是从90几年就开始做，所以说呢，就是在我们 Gen Z 觉得好像是突然我们能 get 到 Miu Miu 了，我觉得可能不是 Miu Miu 变了，而是我们突然开窍了，突然能懂，对，突然懂 Miuccia Prada 了。所以我们在听宋岳庭的 Life's a Struggle， 然后我甚至觉得她的叛逆精神跟 Miuccia Prada 其实是相通的，就是你不要来定义我，你不要教我怎么做，我就是要走我自己的路，证明给所有人看这种感觉。但是 Miuccia Prada 的衣服有点像学校的制服。